好久没有拍这个逆变器的维修视频了，今天呢又碰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所以说来拍一个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网友的描述啊，这是一个安徽的网友寄过来的。他这是一个24伏2500瓦的逆变器，这个机器呢已经拆开了啊，本来是没打算拍视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路呢，这是被别人修过的啊，而且呢改了几个地方，等会儿给大家来讲一下啊。这个是它的壳子啊，2500瓦24伏勋博瑞。然后呢，本来就是试电啊，停电之后呢，用逆变器来了电时候呢忘记关掉，结果把管子炸掉了啊，管子呢他拆下了啊，把这型号写在这里。然后他在这边找人修呢不行，只能带500瓦的负载，电饭煲都带不动啊，他就让我给他修一下。刚才我也用我这个灯啊，我这个灯是800瓦的这个点雾灯试了一下，确实是带不动啊，空载的时候呢它电压是正常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说我本来没打算拍视频呢，后来又拍呢？就是因为我把这个机子拆开了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知道啊，如果这个机器带不动负载的话啊，如果管子没有炸，都在工作的话啊，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它功率检测电路，就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啊。我们首先可以看这个位置，这里是康宏斯检测后级电流的，它把这里用刀子切断了啊。它把这个康宏斯上面的这个电压信号啊，它是进到这个驱动板里面，它把它剪断了，这是其一啊。其二，我们再看这里，它用一个铜丝啊把它短进了啊，这个地方肯定是这个维修师傅啊，他如果是找的师傅维修的，就是自己没看到啊，这个它是一个谐振电，一个谐振的这样一个拓扑结构啊，也就是说它这个逆变器啊标2500瓦的话，它用这种拓扑结构的话呢，基本上是没怎么虚标的啊，这个应该它能达到一个2000瓦是没问题的啊，有70%-80%的一个这个实际功率啊，也就是说这个逆变器其实它的还是设计非常好的啊。然后这里3个电容，然后配合后面的整流二极管呢，应该是一个谐振啊，把这个谐振电容给短路了，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啊。他这样做的话，搞不好就容易炸前面的管子，而且呢，它的功率也达不到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给它把电路给它恢复，然后呢，按照我们的这个思路呢，我们给它来维修检测一下看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谐振电容还有这个驱动小板拆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这几个谐振电容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上面标这个是473的47纳法的。测了一下呢，有一个容量有点降低啊，这个都是47纳法啊，这个只有30几纳法，但这个要给它换一个，但是呢，应该不是这里影响的。然后把这个小板拆下来呢，又吓我一跳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看，这2个驱动芯片的这个角都被它翘起来了啊，这个角这是第几角？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芯片，这个是90、11、12、13角，我找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13角它是一个保护角，它把保护角去掉了啊。这个哥们还是有点厉害啊，他到处去保护，结果呢还是没修好，结果还是功率有所降低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10几角，我刚才说的是10、9、10、11、12、13角。我们可以看这个芯片的13角，它是一个保护角啊，它收旁边这个有的是个运放，有的是一个比较器。我看它这个是个什么？这个应该是，哎呀，这个芯片被打磨了，哦，没打磨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我用个放大镜啊，这个印字看不得很清了啊，是一个393啊，一个393送到这个来了啊。所以说你修东西如果这样修的话啊，那肯定是不会出问题的。即使呢你，现在能代工了，就搞不好就很容易把管子就炸了啊。所以说你这去保护是不行的。你看它把这2个芯片，看到没有？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芯片啊，2110S，这在网上搜得到啊。它这个13角是一个保护角，看到没有？起到这个逐波限流的这个作用啊。你把这个角去掉的话，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啊。然后现在我们要等一些配件啊，这个电容呢我暂时这没有，然后呢，到时候我要这个取样，这个电流取样给它查一查啊，它为什么会保护啊？这个保护看它这个修法呢，应该是后级保护了，不是前级过流保护了啊。它这个前级过流，它这里是用了这个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护感器啊，一会儿想不过来了，护感器啊，弄的护感器，到时候也要查一下是不是这个护感器这里有问题啊。应该是不是护感器这里的问题，我认为是后级这个保护的居多啊。这个小板呢，我画了个图啊，查了一下这个393的这个保护电路啊，
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我测这两个驱动芯片呢，反正好像感觉有点不正常啊。我们测这边的，你看这个第二角啊和这个的第一角582，这边测的是1622，然后测这个芯片呢也是第二角和这边呢是585，但测这边呢它是一个开路，它没有组织特性的啊。所以说我们怀疑这个芯片内部可能是有问题啊。虽然我们测这个输出电压的话没什么问题，它有可能是这个里面，可能这个在过电连流或者说是这个，带负载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生变化啊。然后我们查一下这边的，这边的啊，我们测这一边的啊，我们测一下这边这个角是接地，我们也测一下相应的这个输入端的681，然后测这个芯片的687，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啊，所以说打算把这两个芯片给它全部换掉啊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拆这个芯片这个板子之后要把这个管子拆下来，这是别人给他修啊，这个是别人给他修换的管子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型号072N60F 啊，072N60F。这个管子我查了一下是木属管，但是它原装管子是这种啊，他给我发的型号是这种美格纳的 40T65F，这个它是他发的是 QES 啊，我这个后缀不一样，是说在这里找的一个啊。然后这个管它是 IGBT 啊，它 IGBT 用木属管代替的啊，也许也可能是这里有问题啊，所以说我们把这里给它芯片给它换掉，然后把这个管子给它换成这个 IGBT， 然后把刚才就是上次不是说这个电容这里有问题吗？就给它换掉，把这个短接线给它拿掉，软木全部恢复了之后，我们再来试一下看啊，也许这个故障就好了。那如果出现这种问题，就是这个上个维修师傅不严谨啊，导致这一些人为的故障。好，现在所有的电路都恢复了啊，包括这边的它之前切断的也跟它连上了，然后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这个导线给它短期的都搞好了啊。然后这个电容啊，之前说这个电容容量减小的也换了，然后这边给它换成 IGBT 了。我们现在来通电啊，试一下看，开机。好，我们来测一下这个输出电压啊。输出220伏啊，实际测量是226伏，然后这个波形呢也非常的漂亮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带上两个灯管，之前是带两个带不起的啊。我们开机，可以看啊，现在两个灯管都正常了。然后这边可以带1.3千瓦的啊，1.3千瓦的。然后带载的话，这个波形也是非常漂亮啊。那么这个逆变器就修好了啊。这个我感觉啊，这个逆变器带不起负载的原因呢，第一就是这个芯片啊，我这里给它，刚刚两个芯片都给它换掉了啊。再一个就是这个芯片在这里啊，这两个都给它换掉了，看到没有啊？2210的芯片给它换掉了。这个就是这个IGBT 这里啊有问题。最后呢还有一个可能的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电流检测，它把这里用一个导线接着的话，这里肯定会有影响。应该就这3个地方啊。